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磷酸二氢钾，今天就说它。为什么说它呢？因为大多数人养花都喜欢养开花植物，一提到开花植物啊，说开花开的不好了，开花植物要补充肥料，补充什么？补充磷肥。什么是磷肥啊？磷酸二氢钾就是磷肥，大多数人都会使用磷酸二氢钾，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使用磷肥是对的，因为植物开花需要磷元素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磷肥能促花，但是植物它在开花的时候也要生长，所以要合理的选择肥料。比如我们养的只开一季花的植物，我们养的藤本月季，我们养的栀子花啊，这些呢都是一年只开一次花的，在固定的花期，比如栀子花到了春天的时候，春季来临之前开始使用磷酸二氢钾，让它得到足够的磷元素，它的花芽会快速的分化，然后长出花苞来，一直使用到它的花全部绽放停止了，我们停止使用磷肥就行了，再去用点高氮肥促进它生长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养的其他植物，比如三角梅，比如我们养的天天开，我们养的矮牵牛，这些一年多季开花的植物，包括我们养的那些太阳花，都是它一直长一直开。三角梅也是，它是开花的时候，枝条不断的生长，枝条的顶部不断的往外冒花苞。如果您去使用磷酸二氢钾，一直不开花的三角梅，您去用了，它能够一次开起来。但是呢，想要让它持续开，开完一次再开第二次，这一次能够开上1个月、2个月，就必须要保证枝条生长。我们来看一下磷酸二氢钾，你看它里边的磷钾含量，磷的含量是52%，钾的含量是34%，整体总的含量是99%，它只含有磷和钾2种元素，它缺少的是微量元素，缺少的是氮元素啊，这就导致没有氮。氮肥促进植物长枝条、长叶片，枝条不长了，光得到磷钾，那么它开花是开起来了，但是呢，根系得不到钾元素不长根，得不到钾元素啊，得不到氮元素，它的枝条也不生长。到最后呢，开完这一茬花，整个枝条黄叶枯枝，枝条顶部枯，根系弱，最后整个植物枯死了。整个植株出现僵苗的情况了，就是由于用了磷酸二氢钾。所以，对于一年开多次花的植物，我们要使用的是磷元素含量高，其他元素也含有的，也含有氮，也含有钾，也含有微量元素。比如我手里拿的这个是花多多肥料，你看，我们可以选择高磷的花多2号，它的磷元素就会高一些，但是呢，它含有水溶性的锰、水溶性的锌，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，这样呢，植物就不会处于一种僵苗啊、枝条不长的情况。它得到磷元素足够多，然后呢，也含有其他的元素，枝条能够正常生长，得到了足够的磷元素，它的花芽能够正常分化，再去给它借充足光照，我们养的植物就能够持续开，开完一茬，接着开第二茬。第一茬开的时候能够开上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说的有点啰嗦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选择肥料，多季花一年开多次的，要用磷元素含量高，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，不仅仅是花多2号，其他肥料外包装上都写着含有氮、磷、钾，含有微量元素的就可以了，但是某一个元素高啊，这就是要说的。磷酸二氢钾是好东西，一年只开一次花的植物不开花，你去用上能够促进开花，但是呢，用错了，长时间使用就会导致出现僵苗、黄叶的情况。还有一话说，磷酸二氢钾是不是只能促花呢？磷酸二氢钾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促进植物矮化。比如我们养的植物，它一直旺长，这条长得老长了，在见光的情况下一直长枝条，我们去用磷酸二氢钾兑水1:1000，整个植株喷叶片，7天左右喷一次，喷上3次，植物就会长得比较矮小，它的枝条就不会快速生长了，因为它从一个营养生长变成生殖生长，就是要开花了，就是让它长得比较慢，这样呢能够让植物长得慢一些，整个植物更矮小一些啊。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磷酸二氢钾它使用的方法，它的区别，它应该怎么用？学会了别忘给小七点个赞，点关注再走。